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张德昌，欢迎来到健康永驻频道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关乎每个人的养老钱袋子。2026年，美国的退休体系迎来了一场影响广泛的政策调整，社安金正式上调了 2.8%， 而全额退休年龄也确定在了67岁。如果你是1960年或者之后出生的朋友，今年关于领不领钱这个决定需要仔细考虑，因为决策不同，可能对您长期的退休收入产生不小的影响。今天我就来帮大家梳理清楚，面对2026年，咱们该如何规划。当时间进入2026年，首先要关注的就是这 2.8% 的社会安全金上调，这个数字官方叫做生活成本调整，简称为 COLA。从2026年1月开始，全美超过7000万退休朋友账户里，每个月的金额都会有所增加，平均下来，每个人大概能多拿56美元。听到这，您可能觉得56美元在当下能解决的实际问题有限。确实，单看这个数字，感觉作用不大。但我们需要理解，这个调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对冲从2025年延续到2026年的通胀压力。它像一层基础保障，旨在帮助维持我们既有的购买力。虽然无法完全抵消所有物价上涨，但提供了基本的保护。不过，2026年更值得咱们关注的，还不是这 2.8% 的涨幅，而是一个关键数字 4152美元。对，这是2026年每月社安金领取的预估最高金额。但是，德昌需要说明，这个4152美元并非普遍能达到的水平，它有几个前提条件。首先，您需要在全额退休年龄，也就是67岁整退休。其次，您过去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，收入一直处于较高水平，并且每年都按当时的最高标准缴纳了社会安全税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您在2026年正好年满67岁，而且工作收入记录一直很稳定且较高，那么您有可能获得相对丰厚的退休金待遇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2026年一个影响广泛的变化了，那就是1960年这个出生年份。根据美国社会安全局的长期规划，2026年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。对于所有在1960年及以后出生的朋友来说，你们的全额退休年龄被确定在了67岁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，如果您在2026年刚好66岁，您领到的并不是 100% 的全额退休金，因为您的标准年龄已经是67岁整。请不要小看这一年的差距，在财务上，它可能带来显著的影响。如果您选择在67岁之前提前领取，那么您每个月的福利会面临永久性的扣减。扣减多少呢？根据您提前的月份来精确计算，最多可能会让每月的金额减少约 30%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假设您预估有资格每月领3000美元，因为提前领取，可能就只剩下2100美元左右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减少是永久性的，所以2026年不仅仅是一个开始领钱的年份，它更是一个需要谨慎规划的财务决策年。聊完了领取的规则，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储蓄这边。2026年，美国国税局也公布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规，主要是各类退休账户的缴费上限提高了。这对于还在职场工作，或者打算在退休前最后进行储蓄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利好消息。具体来说，2026年，像 401k、403b 以及大多数政府部门的457计划，个人的年度缴费上限从之前的23500美元提高到了24500美元。这意味着您每年可以多存1000美元到您的税前账户里。这多出来的1000美元，好处是双重的。第一，它直接降低了您当年的应纳税收入。第二，这笔钱能在未来的投资市场里享受更长时间的复利增长。如果您已经年满50岁，可以享受追加缴费的资格。2026年，这个追加额度也提高了，达到了8000美元。把基本的24500美元和追加的8000美元加起来，一个50岁以上的职场朋友，一年最多可以往 401k 里存入32500美元。这对于那些希望在退休前几年增加养老储蓄的人来说，是一个积极的选择。而2026年一项重要的新规是 Secure 2.0 法案里提出的
针对高龄工作者的追加缴费条款。这项政策特别关注60岁到63岁之间的群体。政府考虑到这个年龄段往往是很多人职业生涯收入的高峰期，正是为养老储蓄进行最后积累的有利时间。所以2026年规定，60到63岁的参与者可以额外享受高达$11,250的特别追加额度。这么一算，如果您正好处于这个年龄段，您一年的总缴费上限可以达到$35,750。如果您能在这个年龄段连续进行储蓄，加上投资回报，可以为您的退休金账户增添一份可观的积累。但是，德昌得提醒大家，在您准备大额存钱之前，2026年还给高收入者设置了一个需要注意的规则。根据新规定，如果您在2025年的薪资超过了$15万这个标准，那么在2026年，您的追加缴费部分就不能再放进传统的税前 401k 账户了，他们必须进入 Roth 账户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简单说，这部分钱您得用税后的收入来存，它不能用来抵扣您当年的个人所得税了。虽然 Roth 账户的好处是将来符合条件取款时不用再交税，但在2026年当下，对于那些期望通过追加缴费来降低当期税负的高收入人士来说，这可能会增加他们眼前的税务负担。所以，如果您2025年的收入超过了$15万，2026年报税的时候需要留意，最好提前做好税务规划。接下来，咱们聊聊那些退而不休的情况。很多朋友可能在2026年开始领社安金了，但还在做一些兼职或顾问工作。这时候，您一定要了解2026年的工作收入限额。对于还没满67岁，也就是没到全额退休年龄，但已经开始领钱的人，2026年您的免扣款年收入上限是$24,480。如果您还在工作，年收入超过了$24,480，那么每超过$2，社安局就会从您的社安金里扣掉$1。不过，这里有个情况要说明，这种扣减并非福利的永久丧失。等您达到67岁全额退休年龄之后，社安局会根据您被扣减的情况，重新计算并提高您未来的月度福利。可是，在2026年当下，这种现金流的减少对很多家庭的日常开销来说依然会有影响。所以，决定今年是否申请退休，一个关键就是评估您手头的工作可能带来多少收入。如果您的兼职或返聘收入远超$24,480，那么在2026年就急着开始领社安金，可能需要慎重考虑。既然2026年情况比较具体，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抉择呢？德昌带大家来算一笔账。假设您出生在1960年，到2026年正好66岁。如果您选择在今年退休并开始领取，您拿到的将是全额退休金的一定比例。但如果您等到2027年您67岁时再领，您能拿到100%的全额，而且您2027年的福利基数是在已经上调了 2.8% 的2026年标准上计算的。更不用说，这一年里您还能充分利用我们刚才提到的特别追加额度，给您的养老金账户再进行一次储蓄。甚至如果您延迟到70岁才领，您的福利还能在全额基础上再有一定比例的增加。我们再看看缴费的细节。如果您是打算继续工作的人，可以多关注国税局的信息。您会发现，不只是 401k， 连个人退休账户 IRA 的年度公款上限也从$7000涨到了$7500。这对于那些没有公司 401k 计划的自由职业者或者自雇人士来说，是一个重要的储蓄工具调整。很多人问我，德昌，你刚才说的每月最高$4152，是不是很难达到？确实，要拿到这个数字，需要满足特定条件。它要求您在长达35年的职业生涯中，每年的收入都达到当时的最高应税薪资标准，并且足额缴税。2026年，这个应税薪资上限本身也提高了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您想在未来获得较高的退休金，现在需要缴纳的税款也相应更多。但在2026年，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更实际的考虑在于，是选择现在领取以改善当前生活，还是选择延迟领取以获得一个更高的永久性的月度金额。
更好地应对长寿风险。2026年，针对低收入老年朋友的生活补助也有调整 ，SSI 也就是社会安全补助金也会跟着这 2.8% 的扣额一起上调。这对于完全依赖政府补助生活的群体来说，是保障基本生活的支持。同时，咱们也得留心，2026年医疗保险 Part B 的保费很可能也会有所调整。通常情况是，社安金增加了 ，Medicare 的保费也可能变化。所以，当您看到账户金额增加的时候，也需要关注一下医保费扣除后的净增额。我们还要谈谈2026年带来的一个认知上的变化，67岁成为全额退休的年龄。这在历史上是针对1960年后出生的庞大人群生效的。这不仅仅是财务上的规划，也关乎生活方式的安排。如果您觉得自己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，2026年或许不是您职业生涯的终点，反而是利用提高了的缴费上限和新的账户规则，为您未来退休生活打下更牢固经济基础的机会。在税务方面，2026年同样需要我们留意。除了刚才说的高收入者追加缴费可能涉及 Roth 账户转换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，如果您在2026年领取的退休金数额比较大，再加上您可能有的其他收入，比如银行利息、股息或者兼职薪水，您的综合收入可能会达到一个水平，导致您的部分社安金需要缴纳联邦所得税。2026年，因为福利金本身上调了 2.8%，可能会有更多人触及相关的纳税门槛，这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，福利金额增加的同时，税务负担也可能相应变化。所以咱们规划的时候，需要考虑税后净收入。说到底，2026年的退休规划需要综合考量多个因素，您的预期寿命、通胀的持续影响以及政策的变动。如果您在2026年过早申领，而忽略了在这一年本可以获得的工资收入和储蓄机会，那可能影响的不仅仅是当月的差额，更是长期的生活质量。所以，德昌建议大家可以登录社会安全局 SSA 的官网，查看您个人专属的预计退休金数额，那个数字会根据您最新的收入记录更新。只有看到了那个确切的预估，再结合2026年所有这些新规去权衡，您才会更清楚多工作一段时间，延迟申领可能带来的长期益处。2026年是美国退休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年份。2.8% 的 COLA 上调是基础的保障，$4152是参考的高线标准，67岁是需要了解的规则，$24,500的 401k 缴费上限是储蓄的工具，而特别追加和 Roth 转化规则则是需要留意的细节。无论您是计划在今年退休，还是想利用新规进行更多的财富积累，2026年都要求我们保持财务上的清醒，不要被短期的金额变动迷惑，也不要被复杂的规定困扰。算清楚您的工作收入限额，了解清楚不同账户的转换规则，对比清楚不同年龄申领的长远差异。如果您现在正好59岁或60岁，2026年的这些规定或许提供了一个在几年内增加养老储蓄的窗口期。利用好它，不仅是为了税务规划，更是为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，给自己多一份保障。对于那些在2026年达到67岁的朋友，主要是1959年出生，您们在这一年的选择空间相对更大，可以领取全额，也可以选择继续延迟以换取未来更高的月度收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今年退还是明年领，对您们来说就变成了一个更个性化的、综合了税务、投资、健康和生活方式的全面规划。关于国税局2026年的新限额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，对于那些参加 403B 计划的教师、医护人员，或者参加政府457计划的公职人员，这些上调同样适用。甚至，如果您同时参加了 403B 和457计划，您可能拥有更高的存款空间。这种机会在职业生涯后期值得关注，如果条件允许，可以妥善安排。2026年这些税务和收入新规的落地，也反映了美国退休储蓄政策的一些调整。15万美元的薪资标准可能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。在2026年，这些朋友需要开始适应从传统税前账户到 Roth 账户的转换。
虽然当下可能增加一些税负，但从长远税务规划看，提前拥有一笔未来符合条件的免税资产，是一种可以考虑的财务安排。此外，2026年对于持有传统 IRA 账户的朋友来说，不只是关注7500美元的公款上限，如果您已经超过规定年龄，还必须关注 RMD， 也就是强制最低取款额。由于取款金额是基于账户市值计算的，如果市场表现好，账户余额增加，那么您2026年的 RMD 金额也会变大。这笔取款加上上涨了的涉安金，可能会影响您的税阶。这就是为什么建议要在2026年做好各类账户的提取顺序规划，以优化整体的税务情况。如果您现在还在犹豫2026年到底该不该退休，德昌建议您不妨问自己几个问题。第一，我预估2026年自己的工作收入会不会超过24,480美元？如果会，而且您还没到67岁，那么请谨慎决策。第二，我是否符合60到63岁这个特别追加缴费的条件？如果您今年正好在这个年龄段，这可能是您增加储蓄的一个机会。第三，我在社安局官网查到的预估月度福利是多少？如果那个数字与您维持理想生活所需的开销有差距，那么利用2026年作为新基数，再多工作一段时间，积累更多的福利积分，可能是一项稳妥的规划。朋友们，如果您是1960年后出生的，需要了解67岁是您的全额退休年龄。2026年美国退休金体系的调整体现了其内在逻辑，缴费上限的上调强调了储备的重要性，提取年龄的确定提醒我们长寿带来的财务挑战，最高领取限额的设定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。作为一个普通的退休规划者，咱们需要成为自己个人财务的明白人。2026年面对每月4152美元这个参考标准，以及67岁这个年龄门槛，请大家务必结合自身情况决策。美好的退休生活不仅是每个月稳定的收入，更是一份长远的安心与保障。在这场关于养老金的规划中，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决策需要慎重。德昌和健康永驻频道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在2026年的规划中，不仅获得应有的福利，更能收获一份对未来的笃定和从容。当您做最后决定时，还得把医疗支出的潜在变化考虑进去。虽然社安金涨了 2.8%， 但医疗护理成本的影响需要单独规划。好消息是，2026年健康储蓄账户 HSA 的缴费上限也提高了，个人是4400美元，家庭是8750美元。如果您符合资格，这同样是一个可以用于未来医疗支出的理财工具。总之，2026年的退休规划是一个需要全面考虑的系统工程。福利涨幅、领取规则、退休年龄、税务细节、医疗储备，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您未来的养老保障。如果您觉得还需要准备，那么2026年多工作一段时间带来的不仅仅是额外的工资和储蓄，更是为您赢得了更充分的准备时间。如果您已经准备妥当，那么可以安心开启人生的新阶段。在这个67岁的年龄点上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合适选择，关键在于您是否已经全面考虑清楚了。在2026年纷繁的政策信息里，希望德昌今天的梳理为大家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。2.8% 的 COLA 上调是基础，4152美元是参考标准，67岁是需要了解的规定，24500美元的 401k 缴费上限是储蓄方式，而特别追加和 Roth 转化规则则是需要留意的细节。我想特别对那些在2026年依然选择在职场工作的朋友多说几句。2026年这些缴费上限的上调，可以看作是鼓励继续工作和储蓄的一种措施。当您看到 401k 上限调高，追加额度增加时，您应该意识到，这是政策提供的一个在职业生涯后期积累财富的机会。特别是在2026年，对于收入较高的朋友，虽然强制转为 Roth 账户，让当下多缴了税，但这可能也是一个将部分资产转化为未来免税资产的契机。从长远税务角度看，这值得纳入规划。对于那些需要计算工作收入的朋友，请一定留意24480美元这个数字。
如果您在做兼职或顾问工作，可以有意识地规划工作量。同时，别忘了多使用社安局官网的估算工具，它能帮助您了解不同收入情景下您的实际福利变化。在生活补助方面，除了联邦的 SSI 上调，2026年很多州和地方政府针对老年人的房产税减免、水电煤气费补贴等福利也可能有所调整。所以，当您得知自己2026年退休金调整时，不妨也花点时间查询一下您所在地的相关福利政策。最后，德昌必须郑重提醒大家，如果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任何不确定的地方，建议咨询专业的财务顾问或税务师，因为2026年的规则虽然统一，但应用到每一个独特的家庭、不同的收入结构和健康状况上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。每个人的合适选择都是独特的。如果您想查看最官方的缴费细节，可以访问国税局的退休计划专题页面。要查询您最准确的预估福利，社安局官网是最权威的来源。希望大家都能在2026年这个关键的财务决策点上，找到那个最让自己安心、最适合家庭情况的平衡点。在67岁这个人生的新阶段，愿大家都能从容规划，充满信心地开启人生下半场安稳的篇章。我是张德昌，感谢您收看健康永驻频道，祝各位朋友2026年一切顺利，健康长寿。